干嘛？吃个猪油似的。我的妈呀！你这衣服什么时候买的呀？小韩姐是一名战地记者，你这衣服在她面前就一个字：俗气。玩小清新的是吧？马劲儿说什么来着？要正式范儿。正式范儿是什么？要非常自然的大气。那我也没衣服穿了呀。哎，等等，就他，就一普通职业装，这也太无聊了吧？你相不相信我？我信。虽然小韩姐是个战地记者，我非常崇拜她，但是嫂子你呢，是30多岁就崭露头角的美女律师，是刚刚上过新闻头条启明商标案的负责人，是事务所的大红人，我哥明媒正娶的老婆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决定对小韩姐忍痛割爱，全力支持嫂子你。干嘛？讨厌！赶紧去。小韩姐，好呀。我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老婆江一凡。你好，你好。阿姨也来了。是我们那个路过，顺便看看。坐吧，小丫也坐。啊，好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呢是我妈给你做这个大排骨汤，来。谢谢阿姨。别客气。啊，小韩，这个补品跟花是我跟妈特意给你选的，希望你能喜欢。百合花，对啊，最喜欢的。谢谢啊。哎，我喜欢就行，送人礼物嘛，最怕不得人心了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快坐吧。啊。你的衣服真好看，特别显气质，不像我，每天穿的男人装到处跑，也不顾及什么形象。不一样，那不一样的气质。腿怎么伤的？跟国外的记者一起拍自由军，不小心被发现了，有一名记者就不幸被击中了。啊，记者也打呀？已经有20几名记者遇难了。其实现在舆论对他们来讲很重要，记者反而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。不管我们站在哪一方，都有可能被攻击。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去执行拍摄，双方打起来了，我们就拼命地跑，四处逃窜。就在这时候，砰的一声，他就倒在我的面前，我就过去抱住他，他身上的血拼命地往外涌，我就帮他往回摁，可是再怎么摁都无济于事，身上、手上全是他的鲜血。就这样，他死在了我的怀里。这时候，子弹就在我耳边飞过去，光照得我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。我就拼命地跑，在装甲车之间来回地穿梭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我的腰，我就昏过去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这儿了。其实我还挺庆幸的，庆幸我还活着，活着才有希望。听说你是一名律师，刚接了一个经济案。啊，
小案子跟你的经历没法比。对，没法比。来，先喝杯水压压惊来。看你这副死德行，才多大的打击你就受不住了？赶紧振作起来，将你的正式范儿贯彻到底。我也想啊，你们都没听到，小韩说那些事儿的时候，就跟家常便饭一样，说的怎么跟死神擦身而过，感觉就是肚子饿了，到楼下去买一包方便面。我都觉得我白活了。等他一问我的案子，我都不好意思开口。故意的他，你也是，你还服他呀？不是服不服的事儿，现在问题在于，如果我是个男的，我都会爱上他。对，如果我是个男人的话，我也会爱上他的。嫂子，我觉得你这回彻底被他拿住了。王小阳，你站哪边的啊？江律师，看着我，别再消沉下去了，冷静点儿，不要自己把自己给打倒了。不过说句公道话啊，小韩确实挺有魅力的，谁跟他比都得自卑。我们就是比他平凡，可是谁说平凡就不美啊？可是我觉得吧，人家小韩姐还真的挺……王小阳，你诚心的是不是？我多句公道话也不行啊。嫂子，依我对小韩姐的了解，我觉得她对我哥肯定还有意思。所以呢，你面对这么一个强劲的对手，你应该做好长期的战斗准备。可现在我真是连斗志都没了。是你自己下决心要回去的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对，正式范儿。喂，验收？惊喜就不用了，你只要不给我惊吓就行了。好啊，知道了，拜拜。验收什么呀？你们仨想不想跟我一块儿去见证一下惊吓？雨明今天忙，我过来代班。好几天没见你了，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怎么能不来呢？大记者的故事我还没听完呢。没吓着你吧？刚开始是有一点儿，后来我一想，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你有你的故事，扫大街的有扫大街的故事。头2年我接过一个案子，一个扫大街的老大爷在路上捡了一钱包，当他还给失主的时候，那失主非说是他偷了他的钱。我打完官司送老大爷回家，发现他家里还养了8个他从路上捡来的孩子，我当时特别感动。后来我就觉得这种事吧，得细想，平凡人其实也有他的伟大，就看你怎么去想了。温度差不多。谢谢你啊，江大律师。不客气，蒋大记者。我也想让你快点好起来，回到你的新闻行业。我还等着看你的新闻报道呢。那你还是别想了。我跟雨明说过，我不想回去了。他没跟你说呀？我们俩没秘密。其实事情也就这样。当你开着车路过一个车位，没停，奔向别的地方去了。但你突然回过头来，又想停到这个车位的时候，发现这车位上已经有车了，那你总不能让警察把这车给拖走吧？你说的也不全对。这个车位在 N 年前我都已经预约了。这些年，在我的概念里，它一直都是我的。现在回来
看那儿已经停上车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可能短时间内还真是转不过这个弯来。那你这个算是给我挑明了。嗯，也好，简单直接，谁也不啰嗦。看来咱俩个性还挺像的。也不全像。我怕你喝汤喝腻了，给你弄了一点糖醋排骨。就算你再转不过弯儿，饭总还得照吃吧。